10年之内。有人说陈老师，你不是说今年或明年中共就可能倒闭？为什么讲10年中国人还要遭遇这么大的困难，甚至于是整个民族的灭顶之灾？没办法，因为中共的统治，就算别说就算今年中国共产党倒闭了，换谁上来？我跟大家不是讲过吗？这个难题很大，10年的时间，这个痛阵痛，可能这个国家不管它组成一个国家还是 N 个国家，想复苏难度都极大，因为中国共产党留的这个雷太大了，好吧？很多问题都会导致这个国家在未来中国共产党倒闭了也缓不来元气。好，一个个跟大家讲。今天咱们先说第一个问题。这个问题大家其实听着也很简单，就是我们的老人问题，老人养老医保等等老人的问题。首先你们应该觉得，哎，这肯定是社保账户的钱没多少，因为确实社保账户2029年花光了，所以中共为了维持社保还有钱，拼了2025、2026一大堆法律法规都是强制全民交职工社保的啊。但是这些钱能不能维持到2030都是回事。不过这样的都不是关键啊！以前中共有钱的时候，每年中央政府大量的转移支付资金、划拨资金补贴社保。现在中央政府也越来越难，好吧？越来越难啊！这个都不是真正的未来的老人的问题。未来的老人问题在哪儿啊？未来老人问题在哪儿？现在呢，中共缴纳职工基本医疗保险的3.89亿人。缴纳城乡居民医疗保险的9.42亿人，看看这两部分人的比例。我先把上面那个问题回答了为什么都是你自己的钱？中共给你们药，原研药都不干了，让你们治病，让你们他妈的做手术，花的钱都最少，不都是花你自己跟统筹的钱吗？为什么中共这么干？先把这问题说了，然后接着往下就更明白了。中共交职工医疗保险的3.49亿人，再说一遍，3个多亿。缴纳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9.42亿，也就是真正刚才我说的账户上自己的钱买药被项目的是这3.89亿，而有9.42亿人实际上他们交的钱很少，享受的待遇就更少，而他们交纳这点钱，在目前进入老龄化，医保被验证，这点钱啥病都干不了。但是中共呢，现在没钱。绝对不可能给钱补到医保账户上，所以采取的方式叫什么？大家可以去网上查查，比如说职工医保门诊共济，济南的济，共济的方式等等查一下就知道了是什么？就是通过行政手段，把3亿多交纳职工医保费用统筹的钱，变相划到了城乡居民基本医保的池子里，因为这里面很多老人活不下去，都跑到他妈精神病院里住了。但是这些人要出事对中共国还是威胁挺大的。所以怎么办？你们交的钱多，你们可以随便看病，反正你们的钱想吃啥药吃啥药，想咋治咋治，不行，因为这还有9个多亿的人呢，中共不能揽这个，怎么办？在这边把你们所有高档的药与用的药全停了，按项目给你们治病。让你们玩命省钱，那你们省出来统筹的钱怎么办呢？你们交的呀，没事，行政的方式，一键给你移到这儿，给这边人，给这边花不起钱的人看病的人全移到这儿，让人家去看病所以大家先明白了吗？为什么你们买药自己去去做这个东西？先给你们讲个小事好吧？但是问题并不会因为这个而解决。比如说现在中共国已经退休的3个多亿的60岁以上老人里，这里面只有50%的人能够享受职工退休的养老，另外50%享受的是城乡的退休养老，每个月退休费是多少钱？160到300块钱。那160到300块钱能不能让一个老人养老？肯定养不了。那现在为什么没出问题接着听就知道了。中共国截止今年年底，60岁以上的老人会超过3.5亿，会超过3.5亿
这里面一半人甚至一半以上的人每个月的收入退休160块钱到300块钱，那么他们面临到的局面是什么？面临到的最恐怖的局面就是1.8亿的独生子女，1.8亿的独生子女。到了2029年，中共国超过60岁以上4亿到5亿的老人里面，竟然会有一半的老人超过70岁，而这4到5亿的老人里，一多半，也就是3亿以上的老人，是1980年以后的出生的独生子女的父母。中共国官方文件有1.8亿，那大家都知道1.8亿，如果父母2个人生一个孩子，应该有3.6亿人。当然这里面有很多问题，有人死了，有人再婚啊、再配等等，所以1.8亿人会形成3亿多的父母还有人去世了等等。而这些父母在未来3年内全部进入60岁。目前2.2亿人进入60岁但是3年后还有8000万进入60岁，全部进入，所以会在2029年全都进入60岁。有人说没事啊，我们国家现在进入老龄化了，我也知道老龄化了60岁以上这么多人，65岁以上这么多人，但是没感觉老人给社会有什么负担呀，挺好的呀。因为有好消息在帮助大家。中共国目前80后独生子女的平均年龄是41.5岁，80后，而这些80后独生子女出生时候，按照当时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政策每一年加在一块，父母生育的加权平均数值是26.5岁，代入公式能够得出独生子女的群体目前平均的年龄是68岁如果男女两边分别计算，则80后的男性平均年龄，独生子女的父亲是69岁，母亲是66岁这里面没有排除那8000万没有跨入60岁的人，如果算进去，那80后独生子女父亲平均年龄71岁，母亲68岁。为什么叫好消息？因为这里面绝大部分人属于低龄化老人。低龄化老人，大家知道独生子女家里的特点，2个人养4个老人，低龄化老人。根据世界卫生组织标准，70岁以下属于低龄老人，身体都比较硬朗，完全可以自由活动，不会有太多的疾病。可是一旦70岁以上，就进入中高龄老人阶段，身体机能会出现快速且明显的衰退，一年不如一年，高血压、糖尿病、心血管疾病、慢性病都会进入爆发期。所以为什么我叫好消息？因为目前中共国进入老龄化的绝大部分老人都属于低龄老人，特别是独生子女这些老人。对，那坏消息是什么？未来2到3年，不光是8000万这些人独生子女的父母会进入到老龄，更重要的会有5000万老人跨过70岁门槛，进入到中高龄老人阶段。那根据世界卫生组织资料，70到75岁都别说往上，这个阶段老人护理费用支出比70岁以前就已经是翻倍的线性增加了。75岁以后不是线性增加，叫跳跃式增长。根据美国卫生与公共服务 HHS 的报告，65岁以上老人到去世，有75%在去世前都需要短期或长期护理，有的人1年护理1到2个月，而20%的人护理的时间会在5年以上。所以大家就明白什么叫好消息，中国进入老龄化了。进入老龄化里一大块老人都是独生子女的父母，那由于独生子女的结构，他们必然是不能孩子养活的，养不了。好消息，他们大部分都在低龄老人化，都能自由行动，拿了钱还可以支持下来。但是2、3年，这其中有5000万人就进入中高龄了。
而且底下还有8000万又进入老人了，这就是坏消息。中国现在能够大家看不到社会老龄化的很显著影响，就是绝大部分老人80%以上都在70岁以下，70岁以上不到80岁的老人，中国只有9000万，超过80岁的有4300万到4500万，都是千万数量级。那这些老人，另外的好消息就是超过70岁不到80岁的啊，这个里面只有20%是独生子女的父母，而80岁以上的大部分都是国家养着的，有退休金或者很多子女的。只不过未来2到3年，70岁以上独生子女的父母超过70岁的，在70岁以上老人比例里会超过50%，5年后超过80%。想明白了，超过80%。那么这个里面拥有职工、社保、养老的都达不到30%。所以大家知道这个年份，为什么跟大家讲2、3年、5年这时间点啊？再强调一遍，现在大家没感觉到中共国的大问题，是因为绝大部分老人处于低龄化阶段。但是只要进入中高龄，就全是病，全是养着了。而未来这个景象2、3年之后就完全改变了。这不以中共倒不倒台而变化，人就得这么老着。而10年的时候，2036年，中共国70岁以上的老人会有2.5亿人，2.5亿人，2.5亿人啊，70岁以上的绝大多数80%以上都是独生子女的父母，能想到吗？现在很多人还讲6个钱包啊，为什么6个钱包？因为大量的老人拿着退休金，自己才60多岁，所以每个月有的养老金还能给孩子。到了70岁，那就不是红利了。别说这个养老金支持孩子，就算他有职工医疗，他拿了养老金给自己治病、聘护工，这钱够不够都不一定。就未来这2、3年，就是一个批量往上涨的阶段。而独生子女要照顾自己的家人，如果想照顾，不照顾，那这些老人没有钱怎么活？你要照顾，那你的收入就影响你的工作，你的收入会进一步下降。如果老人病重，你要全脱岗照顾，你就没收入。此外，那个时候社会阶层一定进一步分化，矛盾会更增加。因为如果爸妈都是政府的，特别是政府里的官员，那你养老没问题，他的轻松状态看得见。官员家庭不管是不是独生子女都没关系，但不是中共政府官员的绝大部分人，即使原来是中产，现在面临的应该都是面对老人要倾家荡产的问题。所以大家想想，那如果中共倒台呢？中共不在了呢？财富再分配，可是再分配需要时间呀，就算全球清算中共的财富，也要庞大的验算跟执行过程。所以那个时候最多5到10年，不管谁当政，这个国家都会变成一个极低配的生存模式国家。我不知道大家听没听明白，就是我们老龄化老说老人多点好等等等等，真是他妈站着说话不腰疼。你不看看现在老人都在什么年龄阶段，而未来会在什么年龄阶段？你们以为一个75岁老人跟一个65岁老人是一样的吗？所以那个时候国家整个进入低保化是明确的事件，谁当政都没办法，没有钱。大部分人特别是独生子女，因为中共的体制干的，让你们独生子女啊。当时说独生子女好，国家来养老，谁他妈管你啊？所以这些老人生病都得忍着，真没钱治，那钱从哪儿来啊？你们想想，早死早脱生。中共现在为什么就强调互助养老、互助互理？没办法。所以有人说现在我们社会不好啊，大家不生育、不结婚、不房贷、不车贷，这个那个的我们躺平。很抱歉，你不要觉得躺平是悲惨的状态，未来几年躺平是无限幸福的。
因为当上面的老人都老了，全都需要大量的病，每天都在被糖尿病各种病去折磨的时候，你根本就躺不平，你拿啥去躺平？没有钱治病，你拿啥去躺平？在医院里，你天天护理、倒屎倒尿，你都忙不过来。我说这个话别生气啊，80后是你们绝大部分人必然要面临的局面，你们根本就逃脱不了。别看你们40多岁，有的50岁，你们逃脱不了。这是中共体制留下来的全社会几乎所有民众的标配，因为在那个阶段，这个社会中绝大部分91.8亿人都他妈是独生子女，所以你们的父母到那个阶段，这些老人整体全是独生子女家庭的老人，1.8亿的独生子女，你们得衬托起你们自己3亿多的老人。而且3亿多老人，5年后就有一半是高龄老人。所以大家想想这个问题有多可怕，好吧？就是说老人说很多问题，我跟大家讲讲，就是中共的体制给我们社会、给这个国家遗留下来的问题，不是国家倒闭，问题就不存在了。所以为什么我说这个国家可能倒闭的早一点，大家都会稍微好一点啊，还能残留点东西。因为越往下走，比如说2029中共社保没钱，那就一定会在28年、27年就出政策，让全社会进入低保状态。进入低保状态以后，这独生子女家里这些老人就更没法活了。这就是现在的国家现状啊！当然，我老话摆事实讲道理，你们有谁觉得我说的不对有问题，你们可以拿数据咱们来说，好吧？咱们来去说。啊，这就是没有可能的，没有可能解决啊，就是对呀，习近平不会在乎，他在位或者不在位，当这个国家出现这么大问题的时候，他大不了一个人死了，他有什么关系？可是整个国家的人是真的要完蛋的。你们自己有中学数学的，自己推算一下吧。大家知道我的意思吗？80年代1.8亿的独生子女。他们的父母多大了？大概现在都在什么阶段？绝大部分都是低龄老人。但是现在当年的生育率导致2-3年，从今年开始，未来2-3年就有5000万会跨入高龄老人、中高龄老人。这5000万一下下去，5年1个亿、1个多亿进去，给社会带来的这种直接的压力，那真是所有人都会有严重体感的。人无远虑，必有近忧。好吧，啊，说养老不兑现，中共什么时候兑过现？中共什么时候说话算过数？大家想想，好吧？啊，90后、00后看家里的情况了，那就不一定了。你们自己是这样的，2-3年之后，伴随独生子女面临到这么庞大的社会压力传导到社会上，因为你们知道2026年有多乱，我都不说这国家推翻，就这么大压力传导到社会上，你们觉得90后、00后对这个社会的未来心里还有没有一点希望？就是传导下来还有没有一点希望？特别是大量00后可能自己就是独生子女的孩子，你看到你们爸妈来照顾爷爷奶奶、姥姥姥爷的状态，对你自己对这个社会还有什么样的生存希望啊？现在很多人都老在说什么6个钱包、4个钱包，那是因为还不够老，还不够老。去医院看看那些治病的老人什么状态，你们想想他怎么能给你掏钱包呢？哎呀，没办法啊。所以对呀，所以等这个社会的老人，大家知道一个很可怕，5年内呀，2亿多老人一下2亿多翻到70岁以上，那这个时候这个社会真的就没办法了，真的就没办法了。